见太皇太后。恭迎太皇太后。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参见太皇后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要想见谁，去把他召到长信殿便可，何须移驾到此？多日不见皇帝，再不亲自来巡，恐怕就见不到孙儿了。彻儿是忧心国事，皇帝一心为国，是件好事，但国家大事不能轻率。许昌他们反对推行新政，也只是谨慎行事。皇帝听不进去也就罢了，可是现在居然不上早朝，还久居妃妾殿中，这像话吗？娇儿，你亲自去请你夫君出来，和许昌等众臣子当着哀家的面好好聊聊国事。祖母，上次我要去，被指不自重，这次我可不敢去，怕有损皇后威仪，伤了皇后的体面。说这话就不失威仪吗？你是我大汉的皇后，大汉后宫有什么地方是你皇后不能去的？诺。好妹妹，先国而后家，皇上乃一国之君，既然已经下了圣旨，不准打扰，如果贸然闯入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公主是真怕违抗皇命，还是存心包庇假传圣旨之人呢？哼，我差点忘了，此殿的主人不久前还是平阳府上的歌姬呢。既然皇后不能内进，那就让我这个当姑母的长辈亲自进去请皇上吧。姐姐，平阳这孩子做事一向谨慎，他不可能会包庇人。倒是彻儿，他的秉性你是知道的。彻儿闹脾气不出来见人，是他不对。可是这么多人，硬是要逼他出来，叫他如何自处啊？哼，看来要哀家亲自去请了，看谁还要阻拦，谁都不许跟着。秋萍，走。诺。等等。哪来的拦路狗，竟敢冒犯太皇太后！西门仆夜段虎，奉皇上圣谕，阻止任何人进入兰陵殿内室，强闯者斩。圣谕，你知不知道此乃皇上的亲祖母，就是皇上亲临，也需称臣服命啊！啊！无论是谁，臣识君之路，置之死守军令。好，你既然一心求死，哀家就成全你。来人，在，拖下去斩了。够了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段仆夜确实奉了皇命，并非存心冒犯，求太皇太后开恩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你这个妖女，迷惑皇上，还假传圣旨！来人呐，将卫姬一并拉去处斩，通通拉下去斩了！太皇太后！混蛋都不要！皇上不在兰陵殿。皇帝在哪儿？孙儿在此。再见，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太皇太后金安，皇太后万安。太皇太后，孙儿离宫，亲自去了河南，查缉案开仓之事。既是查案，光明正大，又何必故弄玄虚？彻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祖母母后，河南太守陈弃告急案，擅发军粮，孙儿深觉不妥，但不想奸臣有机防范，只有假以闭门，暗网查查。
朝臣指急案，擅发军粮，引致军心不稳，所以孙儿执意到边防查查，却发现李将军，臣在。你来说。禀太皇太后、皇太后，臣带兵镇守边疆多年，多是本郡征粮，甚至兵将自耕，从未动用荆棘3合粮草。河南太守陈器诬告急案，其实是记恨私卖储粮，谋利不成，却罔顾受灾百姓的性命。孙儿已把如此奸佞之徒就地正法了。杀得好！另外，路上查知，济川王刘明称上贡之物受损不能缴，其实私相授受，更杀害欲告密的中尉。孙儿深知祖母仁厚，不忍杀宗族子孙，故派段宏传旨，废弃王位，贬为庶人。不孝子孙，死不足惜呀！难得皇帝仁德宽厚啊！孙儿先前出外视察，也知道有官员以权谋私，没想到狂妄至此。如今终明白陈器等人为何陈词激昂，反对新政，原来是怕心智之下难以与官员疏通，无法中饱私囊。孙儿此次要还急案公道，更要推行新政，严查所有郡国官员的贪赃之事。太皇太后，陛下，臣等定当尽早商定新政细节，也商讨一下将来军饷的运送。朕觉得，由金鸡供应军粮，免地方重担也是好事。李将军，就请你与众卿下去好好商议。臣等告退。急案留下。臣在。段宏、臣在。魏姬、奴婢在。堂下3人，一个擅自开仓，一个挥剑犯上，一个隐瞒顶撞，又该如何处置啊？其实都是孙儿。哀家不是问你，是问那个连皇后也敢阻拦，哀家的懿旨也敢违逆的人，是不是3个都该死啊？回禀太皇太后，奴婢以为，一个该赏，一个该放，一个该杀。那哀家问你，谁该赏，谁该放，谁又该杀呢？说！臣以兵刃对太皇太后，罪该万死。臣脚趾开仓，牵连段仆射与魏姬，臣该死。祖母，孙儿让魏姬说。回太皇太后，百姓饥寒则不畏死，不畏死则弑君之危莫如，天下乱之始也。急案虽交之有过，但其放粮之举，抚黎民于水旱之患，止祸乱于未发之前，显皇上以仁德之名，应记一功，功过相抵，该放。那谁又该赏呢？昔日，宋国被楚国围攻，解阳受晋景公之命救宋，不料途中被楚庄王擒获，反要他附送劝降。解阳假意答应，脱险后却宁死也要从晋君命，而被楚庄王。解阳坚持承命为信，最终楚庄王赦之，而晋君绝之。今段宏受皇命，背礼而承命，忠君而信诺，该赏。那该杀的，就是你了。兰陵殿闭门拒客，
虽是对君上守诺，但欺瞒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却非圣意。奴婢作为臣下，作为晚辈，令2位太后奔波伤神，难辞其咎，该杀。说的合情合理呀，母后。如此说来，吉案是该放，段宏是该赏，哼，魏姬是该杀。祖母，魏姬助孙儿查办奸佞，虽然欺瞒2位太后，却情有可原。好一句情有可原呐！那皇帝的意思是，这魏姬是该赏，更该放了。既然只是情有可原，而不合法理孝道，自然该罚。就罚魏姬1年内不予封号，着令继续学习宫规宫礼，以彰显太皇太后仁慈。好，好，好，彻儿，那2个人又该如何处置呢？即按开仓赈灾，功过相抵，迁为荥阳令。段宏冒死守命，忠信可嘉，赏金500。你等3人还不快谢恩？谢太谢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上隆恩。温凉恰宜，果甜浓郁，酒香四溢。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再不是祖母强拉硬抱都坐不住的毛躁小子了，越来越有人君之仪了。是祖母教导有方。这一口温酒，只是水、火和果肉的交融，尚且要细心慢煮，何况错综复杂的国事呢？祖母是指孙儿处置以权谋私的陈气和刘明太过分。奸佞之臣，杀以警重，处置得宜，皇上统帅百官，管理朝政，君主立威，更是无可厚非呀。谢祖母，孙儿今后定当尽心尽力，让百姓依风始祖。彻儿有此决心，祖母就放心了。把你祖父与父皇的基业交给你，只是立国策，不同于执法，不能一步登天。祖母还是不赞成孙儿除旧弊，行新制。治国如饮热酒，喝得过急只会烫嘴伤身，先小尝室温，不急慢饮，才能暖胃怡情。是，祖母。祖母并非要阻你行事，只是哀家身历3朝，深感人心难测，众志难统。为君者若不谨慎，不得百官拥戴，往后的事只会更难呐。孙儿明白，那孙儿就不着急，先找个郡，试行新政，行之有效，再广而推之。这酒真是越饮越香醇了，酒好，心情就舒畅。哀家倒是颇想
听听曲儿了。白明，在。备琴。诺。来，叫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嘀咕，怎么不用我进寝室？皇上既然在，收拾整理不是更需要用人吗？哎呀，原来是这么一出戏呀！说明你这个人信不过，怕你知道了会坏事嘛。你又信得过？你又知道皇上一直不在吗？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害大家惶恐不安了。子夫跟段大哥这次能够平安回来，大家就应该好好的、开心的庆祝。今日能够庆祝，最要感谢的是段大哥。如果没有段大哥舍命拖延，子夫啊，早已成为刀下魂了。我只是受了皇命，倒是倒是魏姬在危急关头舍身相救，段某敏感妩媚。我视段大哥为亲兄，莫说段大哥是为我而犯险，就是你遇上危险，我也断不能坐视不理。好了，姐姐，段大哥，你们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们就是一家人嘛。我无亲无故，你们确实就是我的家人。就是嘛，我相信终有一天，一定会与父亲团聚的。其实段大哥跟我们互相照顾，大家早就像亲人了。对，像亲人一样。为了亲人，为了一家人，叫。魏姬，皇上召你现在到飞长殿见驾。有劳了，我即刻过去。如今皇上才是我们子夫最亲的人呢。哎，我们全都是亲人啊！子夫，你快去吧，我们继续啊！叫，来，叫。虽然暂时没有正式封号，但喝过这杯酒之后，你我就是夫妻了。陛下怎么能这样讲？陛下的正妻是皇后。皇后，名分上确实如此，可在朕心里的是你。当初叫你闭门拒客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当时朕一想到你会为这事免不了受些罪。这怎么算是受罪呢？你几乎连命都丢了。可陛下不也赶得及回来救我吗？看，我完好无损，丝毫无缺。子夫啊，在我心中，不管名分如何，你才是我相知相交的妻。皇后是皇帝的正妻，而你，但愿与你放下身份，做一对朴实绵长、互相扶持的平凡夫妻。朕出宫体察民情时，见到有老妇将罗英视为珍宝，舍命相护。
细问才知，民间视此物为女子出嫁的象征，我就命知事做了一条送给你。在子父的故乡，女子出嫁，母亲会一边叮嘱，一边为新妇系上罗衣。只可惜，子父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你当初进宫的时候，连个正式的仪节都没有，这罗缨就聊作弥补吧。子夫为我系身，我为子夫系罗衣。陛下，当年高祖皇帝与戚夫人也曾以五色缕相机定情，名为相连爱。送你此物，也是以一缕细丝，紧系你我一生情分。但愿执君之手，扶持到老。如今朕内有贤妻支持，祖母信任，外有段宏吉案等忠臣守护，朕定要有所作为，不辜负你们的舍身相助。你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你不是说北斗星可以指出方向吗？可是现在看不见星啊。虽然没有星，但是我可以当你的北斗星啊。好啊，走。我视段大哥为亲兄，莫说段大哥是为我而犯险，就是你遇上危险，我也断不能坐视不理。为了亲人，为了一家人，叫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段仆爷将这发丝细心保存，必有什么特别意思吧？莫非又是什么民间习俗？是。民间习俗还真不少。看此发丝，有粗有细，非一人所有。难道是与夫妻情缘有关？是男女定情之俗。你将此物随身携带，想必它的主人是你朝思暮想之意中人。到底是谁？是臣数年前戍守边关时认识的女子，我俩相好，便按当地习俗结发。是关外的习俗？啊，既然牵肠挂肚，连结发都放不下，那何不结成连理？你是朕的忠贞之臣，朕为你赐婚。不，臣不敢，为陛下死忠，乃分内之事。何况那女子已嫁作人妇，想不到你如此痴情，念念不忘已做他人妇的女子。往事已矣，朕替你好好留意，物色个好女子。谢陛下，臣已无心情爱，求陛下也别放在心上。看来那女子伤你伤得很深。那好，你以后若有意中人，只管说来，朕即刻为你赐婚。谢陛下。本来朕今日心情大好，带了琴，想邀你合奏。不过既然你……臣不想扫陛下的雅兴。陛下既有琴，臣就跟陛下相和。
正好断了这相思苦。也好。智勤，诺。今晚我们只奏激昂励志之乐，朕要扫走你一切忧伤。谢陛下。叫你来，是因为太皇太后赏赐了这上好的菊花露，想让你也尝尝。谢太皇太后，谢皇太后。这花露之味，入口时一苦一涩，可待此味蔓延后，甘怡之味也随之而来。魏姬，你入宫后也经历了不少风波，辛酸苦楚比比皆是，如今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奴婢本是一名歌姬，从未想过要博取何等尊荣。今日能坐于花海中，与皇太后和公主共饮花露，已觉万幸。你若喜欢，这汤露我便悉数赏你。既是赏你的，还不快谢恩？谢太皇太后，谢皇太后。这层层屋檐，一殿隔一殿，离皇帝所居的飞长殿看似不远，可大多数人却要走上几年，甚至几十年。高祖以来，后宫佳丽多不胜数，可真正能得圣宠的，又有几人？有些人总能捷足先登，有些人紧追慢赶，却难以窥见帝颜一面。魏姬能有幸得皇帝专宠，这固然好，但也别开心过头。可知道，正因如此，你便成了众矢之的。奴婢指望可以服侍皇上，实不敢专宠。奴婢感激皇太后提点，自会谨言慎行，与他人以心相待，以求和睦共处，避开一切纷争。我跟皇太后都明白，你从来无心起争端，以后你事事小心就好。奴婢知道。说实在的，我最看重的是皇帝的安泰。若他一边为朝廷操劳，一边又要为后宫烦心，3天2头为一个宠妃奔走筹谋，这成何体统？母后，奴婢谨记教诲，定不会再让皇上烦心。奴婢虽无力掌控人心，却有心掌控自己，绝不会出位僭越，恃宠生骄。望皇太后明察。这就好。思和在。看船备好了没有？诺。今天风和日丽，皇太后有兴致想去游河。魏姬，你也来吧。谢皇太后。母后与子夫同坐而已，登船游湖，还赐了祖母赏的花露。我也总算在回府之前，帮弟弟了却了一桩心事。不知弟弟打算如何答谢我这个姐姐呢？姐姐为我劳心，我自然是要谢的。只是这次赏的另有其人，我想姐姐要的就是这个。